Hello，大家好。最近我又是在忙着各种期中考试，然后我发现，一到这种考试特别多的时候，就是除了复习考试之外，什么东西都突然变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今天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在图论里面学到的算法，叫 Gauss-Shapley algorithm。然后它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生活当中也比较有应用吧。然后证明也不是特别复杂，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定一些东西。首先，什么是图？graph 就是点集和边集的组合，一个集合。V 是 vertices 点的意思，E 是 edges 边的意思。像这样子的东西是一个图，这样的也是一个图，就是任意的组合，点和边的组合。然后一个点也可以是图，但是一个边不是图，因为边必须在点之间生成。OK，然后我们定义一种特殊的图，bipartite graph，中文应该是叫偶图。假设我们有这样两个点集，我们把它画出来，这个是 x，这个是 y。然后 bipartite graph 呢，就是我们在这两个点集当中连边，我们可以这样连，对吧？随便连都可以连，只要是在两个点集当中，我们就可以连。然后连出来的这样一个图的就叫 bipartite graph 偶图。然后可以注意到，就是在这个偶图当中，同一个点集当中的点是不连在一起的，边只在不同的点集之间。OK，之后呢，我们定义第二个概念，matching 匹配。什么是一个图当中的匹配呢？我们看一个例子，像这样的图，A B C D，这个当中 A B C D 就是一个匹配。匹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没有相邻点的、没有共点的边的集合，a set of disjoint edges 就是一个匹配。你看这里，A、B 和 C、D 它们没有共点，所以它就是一个匹配。然后类似的，A、D、B、C 也是一个匹配。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连起来，A、C、B、D 也是一个匹配。OK，所以应该还是挺直观的嘛。然后我们定义一种特殊的匹配，perfect matching，完美匹配。什么是完美匹配呢？完美匹配就是当一个匹配覆盖了这个图当中所有的点，我们就称它为完美匹配。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其实这三个匹配都是完美匹配，它们都覆盖了 A、B、C、D 四个点。那么，OK，我们定义一下 matching that covers all the vertices in a graph。OK，覆盖了这个图中所有点的匹配。我们看，但是什么时候一个图才完美匹配呢？比如说，我们看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圈，它就没有完美匹配，因为你任意选一条边，你都没有办法覆盖另外一个点。你如果要覆盖它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零边，对吧？这零点 A 就重复了。所以像这样子的图，像这样的有奇数个点的圈是没有完美匹配的，是没有 perfect matching 的。你像这个五边形，呃，它也不能，你像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覆盖这个点，对吧？因为你如果选择了这个边，如果你想覆盖这个点，你选择这个边，你就没办法覆盖这个点，对吧？
所以你永远是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点的。所以像这样子的图，它是没有 perfect matching 的。OK，然后我们定义了图和 matching 的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算法解决的问题。OK，那么这个算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们有 n 个男人，n 个女人，他们想要结婚，就是怎么结婚呢？就是男人向女人求婚，然后女人选择我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求婚。然后每一个男人呢，我们先把它表达一下。男人呢就是 A、B、C，女人呢就是 X、Y、Z。OK，那么每一个人呢，他都会对异性有一个排名，就是他喜好的排名。比如说 A 喜欢 X，然后 Y，然后 Z。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选一个女人的话，那她可能是像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对异性有一个喜好的排名。OK，那么我们就想，就是我们如果看上面这个例子的话，A 最喜欢 X，X 最喜欢 A，对吧？那么照理来说，我们肯定希望，如果 A 跟 X 能够结婚的话，那就皆大欢喜，对吧？因为他们都互相最喜欢嘛。那如果就是在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不能事与愿随嘛。如果最终 A 没有跟 X 结婚，比方说这个 A 他因为各种现实原因，他最后和 Z 结婚了，对吧？那然后这个时候可能 X 他就不能跟 A 结婚了，对吧？那我们就是说，比方说 X 他可能退而求其次，他说我跟 C 结婚，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因为在这个图当中，这样的一种结婚方式就不稳定了。你可以想象，当 A 跟 Z 结婚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最喜欢的还是 X，他可能时时刻刻就一直在想着 X，对吧？然后 X 呢，他时时刻刻又在想着 A，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就是不稳定的。其实这样的模型也可以，放到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比方说这个 college admission 大学录取的问题，就是我有很多学生，然后学生呢要申请大学，对吧？然后呢，大学呢会根据你的这些申请来反向筛选，我要选择哪些学生。那你可以想象，越好的大学，它肯定是希望录取越好的学生，越好的学生，他也希望录取越好的大学，对吧？那么我们就可能呢，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根据学生的能力，给学生排一个名，然后根据大学呢它的 reputation 或者说它的学术水平，可以给它排名，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化成跟上面结婚问题类似的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大学如果说一个好的大学它不能录取到最好的学生，肯定是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大学来说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想要有一种算法，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录取过程当中得到一个最优的选择，也就是好的学生他都能录取到，对于他来说，最好的学校。那么不同的学校呢，能录取到不同档次的适合他的学生。那么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其实感觉不是很简单，对吧？应该是一个，我一开始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应该是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来解决的，或者说甚至说是不是需要 AI 的一些辅助啊这些。但是 turns out 就是其实像 GS algorithm 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算法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介绍一下这个算法。OK，所以我们来定义这个算法。那么这个算法的输入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定义它的输入，它的输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还是用这个男人女人的例子，好吧？呃，
就是这样两个集合，n 个男人跟 n 个女人作为它的输入，它的输出是什么呢？这里可以，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它的输出是一个最优的 stable matching。stable matching，什么是 stable matching？stable 是稳定的意思，stable matching 是一个稳定匹配。那么我们就需要定义一下什么叫稳定匹配，好吧？定义稳定匹配，稳定匹配它是一个完美匹配。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完美匹配吗？就是覆盖了每一个点。其实这个当中就是说，每一个男人跟女人最终都有一个归属，就是他们最终都跟对方有至少一个人结婚了，那它就是一个完美匹配。OK，所以一个完美匹配 such that each pair，那这个 pair 呢，就是打引号，就是为了简化一下讨论嘛。这里有 pair 就是我们的一个点集对，就是比方说，如果 A 跟 X 结婚了，我们就把这个叫做一个 pair，就是 A 跟 X 当中连了一条边，然后 A 跟 X 两个点，对，我们就把这个叫做一个 pair，A 跟 X 就是一个 pair。那么这个 stable matching 就是说，当最终这个结婚的图里面，每个人他现在的配偶都是他比较喜欢的，然后不会说什么呢？就是说不会说你这个，比方说 A 更喜欢 X，我们还是对，我觉得还是举个例子比较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定义的严谨一点吧，对吧？然后 Y 更喜欢 Y 啊，B 更喜欢 Y，sorry。然后对于 X 来说的话，他更喜欢 A，然后 Y 更喜欢 B。OK，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最终的匹配，我们最终的匹配 M 是什么呢？结果最后 A 跟 Y 结婚了，然后 B 跟 X 结婚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就不稳定了，对吧？那这个 A 他肯定一直想着 X，然后 B 肯定一直想着 Y，就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分崩离析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所以 stable matching 就是不存在这样的 pair，不存在这样不稳定的，就是对方都不是对方的第一选择，那么它就不是一个 stable matching。也就是在任意一个 pair 中，如果你的对象不是你的更高选择，然后你也不是你对象的更高选择，然后你们，但是呢，在这个图中呢，你们却存在这样的选择。比方说对 A 来说，存在 X，他更喜欢，然后对 Y 来说存在 B，他更喜欢，但是你们最后没有结婚，那么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理论上来说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稳定关系。OK，像这样就是一个稳定的匹配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是第一选择，对吧？那么这里只有两个，所以比较简单，对吧？从简单的开始。OK，那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稳定匹配了吧？那这就是稳定匹配。然后呢，我们这个 GS 算法输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最优的稳定匹配，也就是说，没有更好的稳定匹配了。在这个匹配当中，所有人都是得到的，在稳定匹配当中能得到的最优结果。OK，那么这个算法是怎么实现的呢？它是通过一个循环的方式。首先第一步求婚，每个男人
会向他偏好列表中最喜欢的女生求婚。就比方说，还是上面的例子吧，A 最喜欢 X，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第一个向 X 求婚。所以说，第一步，every man propose to the highest。每一个男人向他列表当中最高的 available 的女生求婚。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如果这个时候每一个女生都有且只有收到仅仅一个求婚的话，那么我们的算法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就已经产生一个 perfect matching，对吧？我们刚刚说 perfect matching 就是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他们都有一个匹配，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perfect matching。所以 stop if every woman receives exactly one proposal，那么我们的算法就结束了。如果 else 如果没有结束，那么就进入我们的判断逻辑。每一个女人呢，就要来处理这些男人的求婚了，对吧？她首先呢，会对向所有这些向她求婚的男人，就是每一个女人，会对所有向她求婚的男人当中，她最喜欢的说 maybe，say maybe to the highest man propose in her list。任一个女人，她都会就说，我考虑一下，就是对她，虽然说你向我求婚了，但是我还要观望一下，所以我跟你说 maybe I want to marry you，OK，然后 say no to other proposer，OK，就是 sorry，因为已经有更好的对象，我更喜欢的人向我求婚了，那么我只能说就跟你说再见了，对吧？可能没有缘分了。每一个女人，every woman。OK，这样子就处理完了所有的求婚。接下来是男人的操作。那么男人呢，对吧？那你被拒绝了，你肯定不能说这个沉溺在悲伤之中嘛，你要 move on，对吧？所以 man delete woman if rejected，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一轮的这一个 iteration 的求婚对象把你拒绝了，你就把他从你的列表当中删去。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你就要从你下一个最高的选择开始。OK，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个循环。最后 next iteration，OK，这个是整个循环的结构。然后呢，循环的输出呢就在这里，就是这个 if，这个就是我们的输出，输出的是一个完美匹配。然后
我们的 claim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完美匹配是最优的，在所有的稳定匹配当中是最优的。OK，其实这个算法我觉得应该很好理解，就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不，其实很符合逻辑嘛，就是所有的人都向你自己最喜欢的人求婚，然后被求婚的人呢，也根据他的最优选择来选择，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直接的算法，所以它的证明其实也很直接。接下来我们就来证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得到一个最优的稳定匹配，好吧？所以 proof why。首先，我们要尝试证明一下这个为什么是完美匹配，对吧？呃，为什么是稳定匹配？Sorry，为什么这个完美匹配是稳定匹配？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总结出了这是一个完美匹配，因为每一个男人会和每一个女人结婚，就是一一对应。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稳定的呢？我们可以观察，首先观察一下，做一些观察。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察就是 position of every maybe man，就是被说了 maybe 的这个 man in a woman's list。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一个每一个女人来说，因为在这个当中，你是感觉到女人她其实掌握主动权的，就是当有很多个男人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只会选择最喜欢的那一个，说 maybe，就是观望态度嘛。那如果说他把这个人拒绝了，那么一定是因为他收到了更好的 offer，对吧？就是可能说这个人他原来说再观望一下，结果有他更喜欢的人向他求婚了，那是不是他肯定就是把之前的人就全部 turn down 了，对吧？所以这个他 say maybe 的这个人，在他的那个喜好列表上，位置肯定只能是上升的，绝对不会下降。OK，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第二个观察呢，就是 no men are rejected by all。OK，就是所有男人不会被全部拒绝。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直接的观察。因为所有男人他都会跟他喜好列表的每一个人求婚，那么最终因为男人跟女人的数量是相等的，所以一定会形成一个匹配。OK，这个我们就不做细节的证明了。然后第三个观察是，这个循环的次数应该是小于 n 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相当于就是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进行一次嘛，所以肯定是小于 n 方的。然后会形成一个完美匹配。重申一下，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尝试证明这个完美匹配是稳定的。OK，那怎么证明呢？我们想一下，如果要证明一个东西是稳定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你可能需要一个验证，这个在证明上不是很直觉。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能不能假设存在一个不稳定的 pair，存在一个不稳定的情况，
然后我们尝试能不能推出矛盾，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尝试能不能这样子解决。那么我们首先假设，对吧？Suppose not，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存在一个男人，这里 X 就是男人，然后一个女人，Y 是女人的意思，such that A is higher on X list。A 是在 X 的列表上更高的，比谁更高呢？比 X 现在的配偶，也就是 M 是我们的 matching 的意思啊。也就是说，A 是比 X 现在的配偶在 X 的列表上位置更高的，就是 X 是更喜欢 A 的。同时呢，相应的我们也定义就是 X OK，那么 A 也是更喜欢 X 的，就是 X 是比 A 现在的配偶的位置高的。OK，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说明 X 在某一个 step 向 A 求婚了，但是呢，他后来又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 A 并没有跟 X 结婚嘛，那么就说明 X 肯定把 A 拒绝了，A 肯定把 X 拒绝了。但是呢，因为 X 呢又是更喜欢 A，所以他肯定会向他求婚，对吧？在之后的某一步呢被拒绝了，那么被拒绝的原因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 A 有更好的选择了，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对吧？一个女人只会在她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拒绝某一个人。OK，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求婚者，就是对于 A 来说，这个求婚者更好，那么就说明这个求婚者在 A 的列表上是比 X 位置高的，对吧？但是我们刚刚第一点，我们观察到什么？每一个女人的 maybe man，也就是她的最佳选择，只会在她的列表上位置上升，MA 是什么？MA 就是这个更好的求婚者，对吧？那只能是这样子嘛，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有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的假设，X 是更高的，但是我们推出来什么？X 是更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矛盾了。OK，所以我们这个矛盾推出的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的这个 assumption 是不可能成立的。assumption 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根据这样一个求婚法则产生的 perfect matching 当中，不存在这样的 unstable，不存在这样不稳定的 pair，所以这一定是一个 stable matching，因为其中的任意一个 pair 都是稳定的。好，那么我们就证明了我们的第一个 claim。Therefore, any perfect matching produced by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OK，那么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定理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它一定是 stable 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算法，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个最优的结果，对吧？那如果我们只是想要 stable 的话，我们只要每一个去跟它匹配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只需要保证不会产生这样的 unstable pair，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为什么能保证它是最优的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证明第二个问题：the stable matching produced by our algorithm, so by the GS algorithm, is optimal. Remember，是最优的。这个最优是什么意思？最优就是说，我们现在取任意的一个 stable matching，它都不会比现在这个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任意的一个 stable matching，比方说，如果说在一个任区的 M prime 这样一个 stable matching 当中，A 跟 X 结婚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 GL algorithm 产生的这个算法当中，A 至少会跟 X 结婚，这可能比较抽象，什么意思呢？就是 A 不可能会比 X 更差的选择结婚，就是 A 在这个 GS algorithm 产生的 stable matching 上，只会是它最佳的选择，它不会永远不会说产生你能找到另外一个 stable matching，在这个上面对于 A 来说，这个他的结婚对象的选择是比我们产生的这个选择更好的，不会。OK，这个是 optimal 的意思。那么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个呢？怎么证明这个？呃，这个我觉得其实可能也要用到反证法。因为如果需要用正面的证法，就是分析法的话，你可能是需要去验证的，就是去验证这个算法当中的每一对。但是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对于我们这个内部这个 stable matching 内部到底是什么情况，很难去分析，因为我们有很多对嘛，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反证法。OK，证明我们证明的目的是什么呢？Go show that no man is rejected by any woman who is matched to him in any other stable matchings.
这个可能这个英文句子有点长，可能不太好理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意一个男人，我写下来吧，不会被他在某一个随机的稳定匹配中的对象拒绝。这个其实跟我刚刚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 OK，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稳定匹配，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稳定匹配，我们叫它 M prime。这个当中，比方说 A 跟 X，他们已经好上了。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根据我们 GS，根据我们的 GS 方法产生出来的这个 M，A 至少是跟 X 结婚的，他只会跟比 X 更好的人或者 X 结婚。OK，就是每一个男人他都能选到他的最优选择，在一个 stable matching 当中。我们想要证明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考虑什么呢？同样是反证法，suppose not。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下反证法。我们假设反例产生出来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次 the first time man X is rejected by woman A。这个 woman A 跟这个 X 什么关系呢？这个 woman A 是 he is matched to，就是说这个 X 在某一个 stable matching 当中是和 A 匹配上的。然后我们现在告诉你呢，不行，我们现在这个 GS 算法算出来的结果是他被这个人拒掉了，这个就是我们设置的反例。然后我们现在要来证明这个 claim 是不可能成立的，好吧？OK，所以我们继续 proceed。当然我们要明确一个假设，就是为什么会被拒绝，就是为什么 X 会被拒绝呢？因为 A has better proposal。OK，对于 A 来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 Y，比它更好的，比 X 更好的。在这个 M 当中呢，M 是什么？不要忘记，M 是我们刚刚假设的那个图，不是 GS 导出来的。说我们现在考虑的任意一个其他的 stable matching，在这个当中呢，Y 可能是跟某一个叫 B 的人匹配的。因为 M 是稳定的，所以呢，Y 不可能，他不可能更喜欢 A，因为他跟 B 匹配上了。所以说 Y 更喜欢 B。OK，这是我们的结果。那么 Y 更喜欢 B 会导致什么情况呢？会导致他先跟 B 求婚嘛，对吧？所以说 Y proposes
所以说 y 一定先跟 b 求婚。那么这个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 y 先跟 b 求婚，但是 but now since that y is proposing to b proposing to a，sorry，这个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我们上面的提设了。对，一定要时时注意假设。我们在3当中假设的是什么呢？A 有了更好的 proposal y，什么意思？y 已经向 A 求婚了。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题目的假设是什么。我们考虑的情况是 x 第一次被 A 拒绝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x 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 y 也正在向 A 求婚，但是 y 比 x 对于 A 来说是更好的选择，所以说 y 这个时候也在向 A 求婚。OK，把这个理顺了，这就表示什么呢？Y is rejected by B previously，因为对于 Y 来说，B 是更好的选择嘛？对，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也是用了之前的那个 observation，但是我们就不写清楚了，因为比较直观，就是说，因为对 Y 来说，他更喜欢 B，他现在在向 A 求婚，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之前已经向 B 求过婚了，却被拒绝了。因为如果他没有被拒绝，他会一直向 B 求婚，直到成功或者被拒绝。这是我们刚刚的算法，OK。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什么问题呢？就会有 contradiction 了。为什么？因为 Y is matched to B，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他已经被拒绝了，但是他在这个图里面是跟别人匹配好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出问题了？就出矛盾了嘛？那么这个矛盾导致的问题是什么呢？导致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把我们刚刚说的这句话拿下来，OK，呃，OK，所以说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结论：任意一个男人不会在他在某一个随机的稳定匹配中的对象拒绝。这样我们就证明了我们的算法导出的这个稳定匹配是最优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逻辑理清楚了吧？我们两个证明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规定了这样一种算法，这种算法规定了一种求婚模式，在这种求婚模式下，我们可以保证得到一个完美匹配。在得到这个保证之后，我们进而证明了这个完美匹配一定是一个稳定匹配。之后我们证明了这个稳定匹配一定是一个最佳匹配，在所有的稳定匹配当中的最佳匹配。OK，好的，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我们已经结束这个证明了。那么这个算法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它有什么用处呢？那么我们刚第一个在之前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就是大学录取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一开始像这样的大学录取过程中是学校选学生选学校，就是学生担任的是女人的这个角色，然后学校担任的是男人的角色。但是我们通过刚刚的算法，其实可以发现什么？就是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男人是 better off 的，因为男人的选择是更优的。呃，就是我们这个证明的第二部分，它是 optimal 的，就是任意一个男人是不会被他在其他稳定匹配当中的女人拒绝的。所以在这个算法当中，男人获得的是他能够获得的，按照他的能力匹配的最佳对象。所以你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学生不就吃亏了吗？因为学生担任的是女人的角色，那学校就说学校我永远能得到最好的生源，对学生是不利的。所以说，有一些学生他就学了图论，对吧？拥有了知识的力量，他就不要这样子。他告诉这个学校说，我们要担任男人的角色，我要让学校来选学生。这样子就会导致什么？这样子就会导致学生掌握，我永远能得到最佳的匹配，对吧？就是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一样，这样的学生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这个算法其实现在也是在用的，所以是非常实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 action is better than waiting，行动比等待更有用。就是其实是什么？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第一个观察里面，我们这里也说了，position of every maybe man in woman's list can only grow，就是女人的选择只会越来越高，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刚刚得到第一个观察的时候，你会想，这个算法是偏好女人的，因为她永远能得到更优的选择，她不会得到更差的选择。但是 turns out，我们的第二个证明之后，我们说了什么？这个选择对于男人来说是全局最优的，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她可能获得了一个局部的最优解，但是因为在这个当中，这个男人他 take the initiative，他掌握了主动权，所以他的选择永远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算法其实完全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就是生活当中你可能有很多的机会，然后你会觉得这些机会会有更强的人，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可能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跟你一起竞争这样的机会，你觉得他们是大于你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当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这些职位就是 woman，你们就是 man，我们就是 man。当你采取主动权的时候，你的选择只会上升啊，因为你会尝试所有的可能性。最差来说，不就是没有得到吗？但是当你不采取主动的时候，你的最优解就是这里，就是没有得到，这是你的最优解。当你不尝试的时候，当你尝试的时候，你的最差的情况是没有得到，而你的最优解是无穷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法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就是特别简单、特别直观的一个算法，但是能解释很多的东西，就是能解释像大学录取这样的模型啊，然后也能解释一些生活哲学，对吧？就是尝试是很重要的，take initiative 是很重要的。等待是永远不会让更好的机会到你自己的手里的。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些东西吧，可能也比较乱，我也没有特别准备，但我觉得这个算法还是很有意思的。其实图论当中很多好多是这样的算法，就是很简单，然后特别直观，然后证明也不是特别难，就是可能需要绕一些地方，但是
你会发现它特别有意思这样的结论，对吧？可能有一些实用性，也可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启发吧。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OK，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